他们的 DNA 中埋藏着比山海经更古老的密码。这不是神话，而是一支被中国地图隐形的族群正在书写的史诗。在中国云贵交界的崇山峻岭中，隐藏着一个被科学证实血脉特殊的神秘民族。2021年，一份震惊学界的基因研究发现，这个神秘民族的特殊基因携带率高达 86%， 身体特征与周边民族明显不同，更携带着一种罕见的古代基因。这种基因型曾出现在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古人类遗骸中。当科学家将 DNA 数据投射到地图上，一条从中原到黔东南的迁徙路线显现出来，竟与这个族群古老歌谣中描述的路径完全吻合。他们不属于中国56个民族之列，却有着5万多人口。他们没有文字，却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他们坚称自己是射日英雄后裔的后裔，而今连 DNA 都在为这一说法提供佐证。他们就是格家人。在贵州省黔东南地区的群山深处，格家人的村寨如明珠般散落在崇山峻岭之间。枫香寨、望坝村、麻塘村，这些格家人的聚居地依山而建，木瓦房屋层层叠叠，青瓦白墙在苍翠的山林间格外醒目。每个村寨都有一座木质牌楼，古树翠柏环绕，岁月的沧桑感扑面而来。当你第一次踏入格家人的村寨，眼前的景象会让你目瞪口呆。家家户户堂屋正壁上悬挂着一副小巧的红弓白箭，妇女们头戴闪亮的射日冠，身穿仿佛古代战士般的铠甲式服装。男人们则在闲暇时吹奏芦笙，制作弓箭，仿佛时光在这里停滞了1000年。格家人的传统建筑多为3间式木瓦房，一般为一幢正房与左右2厢组成的凹字院落。房屋内部，厅堂以火塘为中心，既是家人日常用餐休息的场所，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这些建筑方式既反映了格家人适应山区环境的智慧，也体现了他们保守传统的民族性格。格家人自称戈摩，意为弓箭手，是一个跨越云贵高原的神秘族群。在中国，格家人是56个民族之外的未识别民族，被官方归类为未定族称人们共同体。黄平县的枫香寨是格家人的第一大寨，有700多户，3700余人。唐都寨是第二大寨，有400多户，2000余人。整个格家族群主要聚居在贵州高原地区，被当地人称为格家人之乡。格家人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变更故事，在78岁的廖阿婆口中娓娓道来。她住在望坝村的木瓦房里，头戴传统的射日冠，手指抚摸着自己泛黄的身份证，眼神中满是复杂情感。我们格家人以前身份证上写的是苗族，但我们从来不认同这个说法。廖阿婆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服饰和传统，与苗族完全不同。经过多年的争取，2003年，公安部终于下发文件，明确格家人身份证民族栏目可填写为格家人。对这个未被纳入56个民族的族群来说，这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一步。廖阿婆面露微笑，这个文件就是我们格家人的护身符，没有它，我们办不了身份证，孩子们上学、工作都会很麻烦。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上，格家人世代繁衍生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生活体系。他们以稻种为主，以狩猎为辅。家家户户虽然没有殷实的储备，但生活也算丰衣足食。男人们负责田间劳作和狩猎，女人们则精通蜡染、刺绣等手工艺。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保持着原始而淳朴的特色，展现了格家人勤劳坚韧的民族性格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月光洒落在贵州的群山上，格家村寨内一场神秘的仪式正在进行。篝火跳动，芦笙低鸣，身着棕榈蓑衣的86岁技师罗国富手持一只鸡和一把刀，嘴里念着只有格家人才能听懂的古老祭词。在他面前静静伫立着一只由整棵樟树掏空制成的造型奇特大鼓，族鼓。格家人相信这是祖先灵魂的居所，是族群信仰的核心。惊人的是，格家人的传说与中国最著名的神话竟有惊人相似之处。在他们的古老传说中，远古时期天空出现了7个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庄稼枯死，溪流干涸，
人类面临灭顶之灾。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名叫武丁的英雄祖先挺身而出，拉开神弓，连射6箭，击落了6个太阳，只留下一个在天空运行。从此世界重获生机。这个故事难道不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后羿射日神话吗？葛家人因此相信自己是射日英雄后羿的后人，这一信念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推开任何一户葛家人的家门，你都会被正对门口的那面墙上挂着的小巧红弓白箭所吸引。这不是儿童玩具，也不是狩猎工具，而是每家必备的香火，祖先灵魂的象征。没有弓箭，就没有葛家人。罗国富的眼睛在火光中闪烁。每年农历新年第1天，葛家人要举行隆重的接龙仪式，只有经过祭祀后，才能将新的红弓白箭带回家，挂在神龛之上。就连葛家族中罗姓家族这样历史上没有神龛的家庭，也必须在神龛位置上悬挂弓箭，否则就意味着断了香火。在葛家人看来，这比死亡更可怕。最令人震撼的是葛家人的哈戎节，这个10年甚至数十年才举行一次的盛大祭祀活动，堪称中国最神秘的民俗仪式之一。整个村寨沸腾，男女老少身着盛装，寨老们头戴象征射日的双弓头饰，神情肃穆。仪式的第一步是请出足骨，这个用整棵樟树掏空制成的神秘木骨，内部藏有碎银、蜡花、红线等吉祥物，两头蒙上牛皮。祭祀现场最震撼的场景是杀象祭祖，尽管实际上用的是牛，但葛家人一定称之为象。他们用木板将空心铁锥钉入牛的头骨，血喷得越高，越显示对祖先的敬意。据说这与古老的水稻耕作文化有关，象被视为土地肥沃的象征。围绕足骨，芦笙队伍吹奏着古老的祭祀乐曲，从晨曲到暮曲，节奏变换，一个不停。监视这一切的是场中央穿着厚重毡袍的族长们，他们一坐就是3天3夜，不眠不休。如有一事出错，立即严厉质问。神奇的是，葛家祭祀中还有一个几乎与原始巫术无异的仪式——射发达鸟。一名青年男子在寨老指导下，用弓箭射一只画在纸上、具有女性特征的大鸟。箭射中哪里，预示着家族未来的不同吉兆。射中嘴巴，子孙能说会道；射中乳房，家族丰衣足食；射中阴部，表示子孙繁衍昌盛。这种充满原始意味的仪式，在今天的葛家村寨中依然保持着神圣性。在葛家人的世界里，万物有灵，但最高级别的神灵是祖先。他们相信祖先的灵魂可以保佑后代，也可惩罚不孝之人。你看那边的小孩，从足骨下走过时都要低头，这是尊敬祖先的表现。罗国富指着远处解释道。随着篝火渐渐熄灭，这场神秘的仪式也接近尾声。芦笙声在山谷中回荡，仿佛诉说着葛家人千年不变的信仰与坚守。在这个被现代文明包围的时代，葛家人依然固守着他们独特的精神世界，用射日的传说和弓箭的崇拜，延续着那个可能与后羿有关的神秘血脉。清晨，贵州黄平县枫香寨，一位葛家老妇人坐在屋檐下，手中握着一把不足7厘米长的铜制蜡刀，在白布上勾勒着神秘的图案。这把小小的蜡刀高仅 0.3厘米，由呈三角形的薄铜片叠合而成，在她灵巧的指尖下，仿佛有了生命。螺旋是射穿的太阳，锯齿是迁徙路上的险峰。老妇人指向一幅蜡染上的图案，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她面前，一件葛家女性的盛装已经完成大半：红缨珠帽、花冠帕、冠手衣、围裙片、百褶裙、红绑腿，每一件都布满了精美的蜡染与刺绣，共同讲述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葛家女性的服饰系统是一部精妙的身份百科全书。未婚少女戴百佛帽，少女则戴太阳帽，头顶一个太阳，周围是光芒，一杆银箭射入其中。已婚妇女转为月亮帽，中老年妇女则戴月亮帽加头巾。这种严格的年龄等级制度与古代生殖崇拜密切相关。在原始时代，弓箭象征男女交合，因此只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才能佩戴弓箭造型的头饰。当一位女性成为祖母不再生育时，就不再佩戴抹额、弓；成为曾祖母时，则卸下发簪、剑。
这套服饰制度展现了格家人对生命周期的独特理解。格家女性身上的冠首衣则酷似古代战士的铠甲，让人联想到战场上的将士。传说这种服装起源于格家祖先一位将军，他因战功卓著获皇帝赐赏红色铠甲战袍。后来，将军的孙女不慎穿上战袍，外观十分英姿潇洒，便仿制传于后世，成为今天格家女性的特色服装。在格家人中，蜡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已有数千年历史。格家蜡染最令人叹为观止之处在于，它完全不需要底稿。格家蜡染工艺精湛，曾在德国、美国、日本等多国展出，并于1988年荣获全国乡镇企业商品出口展销银杯奖。1989年，一位格家女性在为外国友人表演时，仅用一把不到7厘米长的蜡刀就创作出令人赞叹的作品，被称为东方的毕加索。蜡染工匠拿起蜡刀，在白布上随心所欲的勾勒，往往是一首山歌唱完，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也跃然不赏。格家蜡染通常以太阳纹为中心，其他如星辰、鸟兽、花朵等图案围绕展开，形成独特的构图，反映了格家人太阳中心的宇宙观念。制作一套完整的格家盛装需要漫长时间，仅蜡染工序就分为点蜡和浸染两大步骤。点蜡时，蜂蜡被融化在土陶碗中，保持在50至60摄氏度的温度，工匠用蜡刀蘸取热蜡作画。浸染则要将蜡花布放入蓝靛染缸中浸泡数天，经过10余次浸染后，再煮去蜡质，最后漂洗晾干。一件蜡染作品的完成需要半个月到1个月不等，而一套格家盛装的制作往往要耗时更久。格家的银饰工艺同样令人叹为观止，银匠一人主要集中在唐都、丰乡两寨。银饰制作工艺复杂，以板项圈为例，象身雕刻有3龙襁褓和4鱼4鸟图案，中央吊有一块圆银盘，盘内有卧龙戏水，盘下垂吊9把各不相同的刀、剑、戟、矛。这些银饰不仅美观，更是格家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财富的象征。夜幕降临，丰乡寨的篝火渐渐升起，围坐在火堆旁，格家人们身着盛装，银饰在火光下闪闪发亮。一位年轻姑娘头戴红缨珠帽，身穿蓝底白花的蜡染衣，当她随着芦笙的节奏翩翩起舞时，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将古老的射日传说再次演绎。在这一针一线、一蜡一染中，格家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将没有文字的历史铭刻在服饰上，创造了行走的民族史书。每一件衣服，每一枚银饰，都是格家人对祖先记忆的传承，对信仰坚守的象征。满月的光辉洒在格家寨子的木瓦房上，寨子中心的一处空地上，村中长老们正在商议着一件大事。格家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系统，保留了古老的氏族制度和权力结构。格家人的社会以男性为中心，他们是氏族和家庭的主要领导者。格家村寨的管理采用一种古老而有效的体系，氏族之间以谷划分，一谷实为一个宗族，供奉的是同一族谷。大多数情况是一寨一谷，但有时也存在一寨几谷和几寨一谷的情况。以被称为天下第一格寨的丰乡寨为例，全寨共有700余户，3500多人，除有30多户汪姓外，均为廖姓，供奉同一祖宗，经400多年繁衍而成。格家人不信佛道，他们崇信万物有灵，而至高无上的神灵就是他们的祖先，祖先的灵魂就在特制的族谷中。每家每户堂屋进门的左侧墙上都留有一个圆孔，称为族谷窗，作为供奉族谷之用。族谷插入孔内，朝堂屋面为祖公，朝密室面为祖婆。在格家的社会结构中，族内分阴阳两系，由各自的族长统领。阳族长由各支系房长民主选出，下面组织体系还有扎记扎甲，也就是大房长、二房长、小房长，负责制定并维护族规寨约、生产、生活和治安等日常事务。供奉族谷的家的家长称为遮阿兄，也就是谷主。每天中餐、晚餐都要向族谷敬酒、敬菜、敬饭及其前程。如需转换到别家，由英族人员共同担保决定后，
择日搬迁时要举行隆重仪式。族里有不能排解的纠纷，双方在族谷前表明自己的理由，计算解决，以后不再提及，双方重归于好。对违反规约等不良行为，得从族谷下钻过，以示惩罚，脸上无光。对于严重违法违规者，可以开除古籍。在格家人的世界里，求偶都是一场华丽的舞蹈。每年农历正月初1至15和2月初2，格家人举行名为采青会的盛大活动。在被称为芦笙场的场所，格家乐师吹奏着悠扬的芦笙乐曲开道，青年男女穿梭其间翩翩起舞。随着节奏加快，气氛逐渐热烈起来。小伙子若看中哪个姑娘，便会靠近她，用脚尖轻踩她的脚背；若姑娘也有意，则会用拳头轻捶她的后背，然后拉着她的衣袖到僻静处谈心。这种看似粗鲁的举动，在格家人看来却是表达爱意的浪漫方式。格家青年还有一种特别的谈恋爱方式——对歌。形式有2种，一是隔坡或相距几十米远双双对歌，歌声在群山之中回荡，久久不能散去；二是在家通宵对歌，常常唱到天亮。这种在歌声中传情达意的方式，既浪漫又充满韵味，是格家青年最喜爱的交流方式之一。格家人的婚姻自古以来便是一夫一妻制，解放前以族内包办婚姻为主，解放后逐渐变革为自由婚姻。每当逢年过节，格家族人居住的山上便四处都是男男女女，或是一起爬山观赏风景，或是互相喂食以表爱意，或是彼此互相对歌，山上常常热闹非凡。格家人的饮食习俗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劝饭和包肉传统。劝饭是指当客人的饭碗快空时，主人家的儿媳妇或其他女性会说声公公、太太、叔伯或者是哥弟，帮你添饭，双手去接客人的碗添饭。有时甚至2、3个人去抢客人的碗添饭，意在让客人彻底吃饱。客人来了，要盛情招待，这就是劝饭。而包肉则更为特别，在宴会上，家中的女主人端起一大盘肉片，挨个分给在座的宾客，每人1小坨肉，待分好之后，大家才能吃饭。但这1小坨肉却是万万不能动的。等到大家吃饱了饭，女主人备好包谷壳叶或大菜叶，将分在桌面上的肉片包扎好，客人们一人拿着1个包肉带回家，分给家中的儿孙辈。这种习俗是从古代格家人将猎物带回，分食给氏族内幼年族人的习惯演变而来。格家人最隆重的生命礼俗是为新生儿举行的百解轰仪式。在格家族里，只要有人家生了头胎孩子，就要举行1次百解轰，这比任何习俗节日都隆重热闹，为全家庭、全宗族乃至全寨人共同高兴而庆贺的大事。在举行百解轰中，首先是赶来庆贺的娘家亲戚朋友，将鸡、肉和衣物、背带当面送给婆家亲家，并同庆贺，唱一些吉利的歌。还要在进门前表演4马送子等习俗，即用稻草扎制的2只公马2只母马，由妇女们骑着马吹口哨嬉闹。表演的动作十分原始，像印第安舞蹈一样充满野性。当每一位客人都喝了酒之后，主家和客人便开始举办宴会，一边吹奏着原始的乐器如芦笙等，一边唱歌跳舞，唱的歌曲中包括崇拜太阳和祖先武丁等内容。这种宴会往往要持续1整个晚上。在山雨朦胧的格家寨子，这些古老而独特的社会组织与生活习惯，犹如一部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记载着无文字的民族如何通过口口相传、世代沿袭，构建起完整而精妙的社会结构和生活规则，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宝贵组成部分。岁月如流水，冲刷着贵州深山中的格家村寨。当第一缕阳光越过群山，
照亮封乡寨的木瓦屋顶时，83岁的卢生大学将廖启明已经坐在门前，轻抚着手中的卢生，眼神中满是忧虑。我的指头已经不灵光了，很多古曲也不能再吹了。老人叹息着，现在的年轻人古曲知道的也很少，真不知道到了我走的那一天，是否还有人能记得那彻夜的卢生声。廖启明的忧虑不无道理。在葛家村寨中，真正精通传统卢生曲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不仅是卢生传承面临危机，葛家语言也在现代生活的冲击下逐渐弱化。越来越多的葛家年轻人外出打工或求学，长期生活在汉语环境中，葛家语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年轻一代的语言认同感正在减弱。22岁的吉家青年阿杰站在祖屋前，手中握着一支用于射发达鸟仪式的箭。尽管他已被选为执行这一神圣任务的人选，但他的手却不断颤抖。阿爷说射不准会遭祖灵惩罚，这种文化断层在当今吉家年轻人中并不少见。他们既尊重传统，又因为长期脱离传统环境而对祖先习俗知之甚少。现代化的冲击深刻影响着葛家人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木瓦房逐渐被砖瓦结构的房屋取代，传统服饰也主要在节日或重大场合才会穿戴。与此同时，20岁的葛家姑娘小美已成为抖音上的网络红人，通过短视频展示葛家传统歌舞和服饰。但为了吸引更多关注，她不得不在古老的葛家歌曲中融入一些流行元素，这引发了族内老人的不满。尽管面临诸多挑战，葛家文化传承也迎来了新的希望。葛家的蜡染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政府投入资金设立了葛家蜡染工艺传习所，鼓励年轻人学习传统技艺。各地还举办各种形式的葛家文化展演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葛家人自身也在积极行动，参与各类文化展演和比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麻塘葛家寨、望坝葛家寨等地，葛家人开始尝试发展民族风情旅游，让游客参与到传统文化活动中来，既增加了经济收入，也扩大了葛家文化的影响力。在国家多元文化保护政策的支持下，葛家人的身份认同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2003年，公安部下发的118号文件明确规定，葛家人身份证民族栏目可填写为葛家人，这对于葛家人来说是身份认同上的重要一步。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葛家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身份，主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在一些葛家村寨，年长者组织的传统文化培训班吸引了不少返乡青年参加，尝试重新连接与祖先文化的纽带。夕阳西下，封乡寨的祖谷房里，卢生生悠扬飘荡，穿越山谷，仿佛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坚韧与希望。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葛家人正努力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让这一独特的文化瑰宝继续焕发光彩。月光洒在贵州群山中的葛家村寨，木瓦房顶在夜色中如波浪般起伏，清水江的流水声与远处传来的芦笙声交织在一起，仿佛诉说着这个神秘民族千百年来的故事。作为56个民族之外的未识别民族，葛家人经历了从戈兜族到归为苗族再到如今的葛家人身份认定的曲折历程。尽管未获得独立民族地位，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坚守从未动摇。站在葛家村寨最高处俯瞰，数千年的历史与当代文明在此交汇。老人们依然在木瓦房中按古老方式祭祀祖先，年轻人则举着手机，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展示葛家文化的魅力。民族风情旅游、国家级非遗保护和各类文化展演，为这个古老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作为没有文字的民族，葛家人的历史文化全靠口耳相传，文化断层的风险尤为突出。如何在保持传统本真性的同时实现创新发展，是摆在每一个葛家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你曾经了解过葛家人的文化吗？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保护这样的民族文化？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